你们能想象得出这是人类居住的地方吗？这不是鬼屋，也不是恶作剧，而是囤积障碍患者的真实居住环境。我的千年老粉们肯定都还记得，之前讲过不少关于囤积障碍患者的案例，包括了在家囤了将近120吨垃圾的一对兄弟，以及与尸体同住了20年的人。虽然这听着都相当的离谱，但在这背后的精神障碍还是难免让人感到心痛。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看。因为经历过几轮疫情，现在囤货党的队伍已经逐渐的扩大，只要有一丝风吹草动，就会多囤一点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当然了，并不是说爱囤货就是患有囤积障碍，而是当囤积已经影响到了正常生活，才能算是一种疾病。就像本期视频当中的主人公，情况已经相当的严重，他生活在堆满杂物、粪便、污垢之间。凄惨的是，在他死后，尸体被老鼠和自己的狗大量的啃食。那么，在如此不堪的生活环境当中，他是否另有隐情呢？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高龄的囤积障碍患者。首先，爱囤货的小伙伴不要紧张，家里杂乱又不爱整理的小伙伴也别着急，这些都不算什么囤积障碍。据了解，囤积症被美国精神病学协会正式认定为一种精神障碍，它已经影响了全美6%的人口。通常这样的患者做不到丢东西，也没有办法停止往家里囤东西，慢慢的家里的东西就会堆积如山，让人无法四处走动。发展到后来，就连最常用的家具和电器都要为杂物而让步。不仅如此，这类患者几乎不让任何人前去拜访，所以常常会出现患者去世很久都没人发现的情况。在2018年12月1日，莎莉·哈尼切克的尸体被发现倒在椅子上面。可怕的是，尸体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都被啃了个精光，衣服里面露出的只剩下骨头。最先发现尸体的人是莎莉的表妹琳达，起因是她打了好几个电话，表姐都没有接听，于是想上门找她，没想到看到了难以置信的一幕。根据尸检报告，莎莉是自然死亡的，生前她还养了一只罗威纳犬。后来狗的尸体也在别的房间被发现。据琳达透露，在亲戚朋友之中，大家对于莎莉的囤积症都有所耳闻，但完全不知道情况会如此严重。其实很关键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一部分囤积症患者在外面行为正常，只有在家里才会表现出最真实的一面。莎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因为在上个月的一次教堂筹款活动当中，邻居们都亲眼看到莎莉前来参加。虽然她已是高龄，但看上去很有精神，还佩戴了首饰，擦了口红，衣着打扮的都很得体，邻居们根本就看不出任何异样。所以当莎莉去世后，她的囤积障碍就被曝光，所有人都不敢相信，在人前精致完美的老太太怎么能够容忍家里变成这个样子。而事实证明，即使你在路上偶遇囤积障碍症患者，或者只看房子的外貌，是根本猜不到患者家里有多么的乱，多么的让人触目惊心。那大家肯定很好奇，莎莉究竟是如何走上囤积之路的？难道是受了什么刺激吗？其实不是，莎莉所住的房子是位于底特律的波尔敦街区，是父母在1951年购买的。后来这座房子就成为了她和姐姐的避难所，一同居住了7年之久。在琳达的印象里面，莎莉姐妹年轻的时候就是热爱生活的人，她们把房子打理得非常漂亮，还种满了鲜花。尤其是莎莉，她每周都会做一次头发，而且外出都会打扮得无可挑剔，这都是雷打不动的。不仅如此，她还是化妆品的狂热爱好者，经常一箱子一箱子的买回来。当然，衣服、珠宝首饰也都没有落下。他们还都喜欢收集棒球纪念品，亲戚们也总是开玩笑说他们家囤了这么多的东西，完全可以开个商店了。到那个时候，虽然东西琳琅满目，但起码都能收拾得井井有条。然而，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莎莉和姐姐开始淡出了亲戚圈，门窗紧闭，一副拒人以千里之外的样子。根据琳达推测，这可能与莎莉的情感生活有关。这张老照片就是年轻的时候，莎莉与她当时的男朋友丹尼斯，他们都快订婚了，但不知道为何就没有了下文。反正到了后来，莎莉也就一直没有恋爱，也没有结婚。在大门紧闭的日子里面，莎莉和姐姐开始足不出户，所有的生活用品、食物都是送货上门，没有人踏进他们的房子一步。像空罐头、食品袋、杂志、衣物都随处可见，成片的蜘蛛网静静地挂在墙上，哪哪都是脏兮兮的。更严重的是，即使下水道堵住了，莎莉也不打算请人上门修理。逐渐的，排泄物开始堆积，莎莉养的罗威纳犬也都吃喝拉撒全在屋子里面，可想而知有多么的恶心。可能有小伙伴要问，莎莉去世了，那她的姐姐到哪去了呢？原来在11月10日，莎莉的姐姐突然中风，不能说话了。莎莉立刻拨打了救援电话，然而当急救人员赶到的时候，看到房子内部的状况，大为震惊，于是又叫了一辆车增援。后来姐姐在医院安顿下来后，医生劝说莎莉赶紧搬家，那样的生活环境对于健康极其的不利，而莎莉没有应答。直到11月12日凌晨，莎莉告诉医护人员自己要回去喂狗了，此后就再也没有出现了。
也就是说，莎莉的死亡时间是在11月12日到12月1日尸体被发现之间的某一天。而与此同时，因为临近感恩节，琳达给莎莉打了好几通电话，都无人应答。他们上一次联系是在11月初，这都大半个月过去了，都没有莎莉的消息，这让琳达忧心忡忡。到了11月26日，她终于按耐不住，打电话给警察，希望他们能够去莎莉家进行检查。可是警察能做的并不多，除非发生紧急情况，比如说听到了尖叫声或者枪声，发现可疑血迹之类的，警察才能强行闯入。所以他们只能翻看门口的邮箱、敲门，都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。邻居也好久都没有看见莎莉了。琳达心里非常的不安，因为她知道莎莉养了一条狗，只要有人敲门，她绝对会叫个不停。但这次很反常，无论他们在屋外做什么，里面都是死一般的寂静。警察则建议琳达去申请失踪人口报告，按照流程来。11月29日，琳达了解到莎莉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医院，她的精神状况良好，而且姐姐还在住院，她不可能突然失踪。琳达越想越可疑，她不想走流程了，直接打电话通知警察自己会闯入那所房子。2018年12月1日，琳达和朋友一起来到了房子，用钳子剪断了地下室的门锁，破门而入。然而，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惊呆了。屋子里面的垃圾堆至少有30厘米高，扑面而来的都是刺鼻的气味，令人作呕。琳达都震惊了，外表精致的表姐家里竟然会是这副惨状。而奇怪的是，厨房里面蓝色椅子上没有堆很多东西，只放了一个万圣节道具头骨和假发。琳达早就已经惊讶的说不出话，她没有仔细看，就随手拿了根棍子，一边敲打驱逐老鼠，一边寻找莎莉的身影。床垫、沙发都被老鼠啃得面目全非，墙上的蜘蛛网和霉菌也早已野蛮生长。收据、现金、账单、未开封的化妆品、珠宝首饰，破破烂烂的盒子里面应有尽有。床、沙发、椅子都用来堆东西，烤箱等电器里面也都塞满了东西。这个家完全就成为了一座垃圾场。而此时，警方也赶到了现场，他们立刻发现了被错认为万圣节盗取的尸体。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莎莉的尸体被狗啃得一塌糊涂，已经没有了五官。得知真相的琳达瞬间天旋地转，瘫倒在地上。后来经过法医认定，莎莉是自然死亡，至少死于1周前。消息一传出，周围的邻居都感到惋惜，因为在他们的印象里面，莎莉还是一个活泼可爱的人，平时也乐于参加教堂活动，待人礼貌。据经常给她送餐的餐厅透露，大概是从1年前开始就没有看到莎莉和姐姐的身影了。送餐员也表示，莎莉非常的大方，每次都会给小费。唯一古怪的地方就是他们从来都不会大大方方的开门，只打开一个门缝。虽然事情已经告一段落，莎莉的姐姐也被安排到了疗养院，但琳达还是想帮助莎莉和她的姐姐恢复一个干净整洁的家园。从那以后，琳达每天都穿着厚厚的防护服进行清洁工作。好在有朋友的帮助，他们每清理20分钟都必须出去透一会儿气。如此反复，琳达整理着莎莉过去几十年的回忆，也试图从中寻找姐妹俩走上囤积之路的原因。据她了解，大概是在3年前，琳达和姐妹俩一起喝酒，还会开心地劝她们赶紧立遗嘱，别到时候只剩下尸体。她可不知道如何整理这么多东西，没想到这一玩笑话居然说中了。曾经心理学家兰迪与一位囤积障碍者做过一次实验，他交给患者一张明信片，上面只写了姓名和地址，其余的都是空白。患者的任务很简单，就是丢掉它。对于正常人来说，这再简单不过了，随手一扔的事情。可这位患者纠结了好几天，都没有办法处理掉这张明信片。后来在无奈之下，他记下了明信片上所有的文字信息，重新写在了一张纸上，这才成功的把明信片扔进了垃圾箱。这就是囤积症患者的心路历程。囤积的核心并不是能够容忍杂乱无章，而是他们难以放弃某个物品，即使它只是毫无用处的垃圾。那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只要有人干预，帮患者把东西全部扔了，不就万事大吉了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因为如果有人提倡甚至强迫患者扔掉东西，他们往往会感到被侵犯，因为屋子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他们的一部分。从这之后，患者往往会禁止所有人登门拜访，这便是最糟糕的情况。所以假如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，不要指责他们有多么的脏乱差，只要能够成功进门，患者总会稍微做一些清理工作，看上去稍微过得去，他们也就会知道羞耻，也不想被扣上乞丐肮脏的标签。所以仅仅是上门拜访，也成为了帮助囤积障碍患者的关键一步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对某样东西情有独钟，可能是手办、书籍、模型，也可能是另外一些让别人无法理解的东西，这些都是正常的。但囤积症患者不同，他们什么都要往家里堆，坚信某一天总会用得上，以至于堆的在家里都寸步难行了。当然他们也知道这样做不好，但囤积这事吧是会上瘾的，渐渐的患者就会封闭自己，产生焦虑或者抑郁的情绪。
病情也就会越来越糟糕。所以面对有囤积障碍的人，我们首先要表示尊重和理解，不要采取极端的行为，把东西全部都丢掉，或者过分指责。在建立信任的情况下，鼓励他们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，恐怕是最好的办法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各位都平时喜欢囤什么东西呢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如果你们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真真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